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每个人都要理解，一个人的觉醒是要经过3道天雷的，也就是3次天打雷劈，过去了那就是生命的升级，过不去就得从头再来。天雷滚滚，每一道天雷都会劈在你身上未开化的地方，哪里不通就劈哪里，哪里堵住就劈哪里。能够经得起前面2道天雷的已经是高人了，能够经得起第3道的简直就是顶级人类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3道天雷到底是什么。首先第1道天雷叫做破情纸，也就是破除你的天真和幻想，破除你的各种依赖和期待。如果你总是期待有人对你好，或者是遇到白马王子、贵人相助，这就是典型的弱者思维，那么这道天雷就会劈向你，给你重重的一击。此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，让你看到人性最无下限的一面，让你走向自强不息。然后那些你自以为最相信、最亲近的人，他们会在关键时刻背叛你，你的幻想会被辜负，你的善良会被践踏，你的3观就会被震慑。你躺在人生的最低谷，觉得生无可恋，然而这一关其实只是为了教会你2件事：只有不纠结道德和平等的人才能做成大事，只有不依赖别人和情感的人才能变得更强大。第2道天雷叫做破愚痴，破颠倒人生的低级活法。很多人早在30岁他就死了，只不过是80岁才埋葬。他们早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一般，他们的躯壳在不断每天重复相同的日子，每天3点1线地走来走去，永不改变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靠后悔过去和焦虑未来来不断的折磨和内耗着自己。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活法，不知道耗尽了多少人本该精彩的一生。如果此时1道天雷让他惊醒，哪怕是劫难，其实都是幸运的，因为这1道天雷只为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天赋和使命。每一个人来到世界都是领着任务来的，这辈子找不到，下辈子还会继续来，直到你找到并且完成为止，否则永远是遭轮回之苦。如果有一件事让你魂牵梦绕，让你的魂里梦里都在向往，那么恭喜你，这往往是你天命的先兆。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勇往直前。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找到这个天命之后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那么第3道天雷就是破观念，这也是一个人最难破的一个环节。世界上最牢固的监狱是人的思维，因为教化的原因，我们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和认知，好与坏，真与假，对与错，都已经在我们的大脑里固化了。这时就会有最响的1道雷劈向你，让你明白所有的认知都是障碍，所有的成功也都是障碍。过了这一劫的人，就会形成一种混沌的思维。所谓混沌思维，
就是当你能够站在上帝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，所有的好坏、善恶、真假、对错等等这些对立其实并不存在，混沌才是事物的最高境界，也叫做无极思维，或者是任正非讲的灰度思维。拥有这种思维的人，仿佛可以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无形之中，可以无所不为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他。这就是三道天雷，就是一个人走向自强的三道坎儿，每挨一次就是一次生命的大升级。红尘就是最好的道场，每个人都在红尘练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强者。人生有2场最重要的哭泣，第一场是生命的诞生，第2场是生命的升华。生命的升华就是觉醒，因此人一旦觉醒，往往会大哭一场，这是哭给自己的，这也是人生的最后一场哭泣，从此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流泪。那种感受，仿佛自己将自己一拳击倒，击碎坚硬的外壳，撕开厚厚的执念，然后审视自己的灵魂。原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哭完大梦初醒，整个人的灵魂被洗涤一番，接纳了，淡定了，柔和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接纳更多的人和事了，理解别人的不容易。有时放过别人，就是放过自己。跟自己和解，就是跟世界和解。原来真正的人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有缘人，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算活明白了，当你发现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的时候，你就算活明白了。人生是一个天平，一个托盘叫人前富贵，另一个托盘叫人后受罪，这2者永远都是平衡的。众生皆苦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不苦的，无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家家有本难念得经，人人都有说不出的苦，只是每个人的体验苦的方式不同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活得很好，只能说明你跟他不熟。唯有发现人生是一场修行的时候，一切矛盾和痛苦方能立刻化解。什么叫修行？需要有东西不断地修理你，才叫修行。让你痛苦的人，往往是你的贵人；让你痛苦的事，往往是你最需要提升的地方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无论好事或者坏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好人或坏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。修行不需要藏在深山老林，也不需要躲在寺院庙宇，而是在世俗红尘。修行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
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，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。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隔绝，绝尘而去，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洒脱。因为你将拥有一种看穿事物的能力，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眼看穿人心，直达事物本质。于是你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。这种能力瑜伽称为梵，儒家称为忍，佛家称为佛性，道家称为道，王阳明称为知行合一，心理学家称为真我。真正的高手都是在用苦难修行。有一种快速修行的方式叫苦行僧，这些僧人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主动去忍受常人认为最痛苦的事，如长期断食，甚至断水，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，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，忍酷热严寒等事情。他们让自己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获得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。苦行僧就被认为是修行的一条捷径，就是因为和其他修行的人相比，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吃的苦更多更深。我一直都有一种潜意识，我所能享受的每一份幸福都是平时修行出来的，是我平时积攒的福报。一个人是不能平白无故的享福的，也就是无功是不能受禄的，否则就是在损自己的福报。这是我强烈的意识，以至于我每当有一点小成绩，都会用同种程度的痛苦抵消掉那种快感。我还总结了一个苦难守恒定律，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特征。每一个人一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，它既不会凭空消失，也不会无故产生，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，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。你越是选择现在逃避它，越不得不在未来牺牲更大代价对付它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盛行，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痛苦了。所有东西都可以送到你家门口，所有服务都可以直接上门。科技发展就是以无限满足人的享受和欲望为核心逻辑。如今人们享福太容易了，吃饭有外卖，购物有亚马逊，这不就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吗？出门有 Uber 司机主动来接，长途有高铁，约会有各种软件，无聊看短视频里的表演。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各种欲望都被填满，想尝试生活的艰辛真的没那么容易了。吃苦正在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在之前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穷和苦是连在一起的，穷人就得吃苦。而现在这个物种过剩的时代，社会已经有足够能力圈养所有的人了，即便是穷人也不需要吃苦了，反而会过得更安逸舒适，天天刷刷短视频，看看直播和娱乐节目，玩玩游戏，
去拼多多上买东西，反正也消费得起。恰恰相反，这个时代却轮到富人开始吃苦了。因为一个富人要想实现财富的保值或增长，必须得主动尝试很多东西，主动改变自己的很多习惯，甚至主动及自己的命。要保持进化，日日精进，这就是一种苦。富人得付出 N 倍的努力，才能创造和守住自己打下的江山。过去说的是穷苦人家吃的都是缺衣少粮的苦，而现在即便是最底层的人，也不会为温饱而发愁了。而且互联网时代各种精神产品那么丰富，游戏、直播、娱乐节目应有尽有，可以尽管沉迷，随便放纵。未来社会吃苦不再和物质无关，而是和精神有关。吃苦的本质是收敛自己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，长时间为了一件事聚焦和专注，并且放弃的娱乐，放弃的虚荣，放弃的享受，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忍受的不被理解和孤独。其本质是自制和自律的能力，是延长耐性和深度思考的能力，这些都是精神上的苦。在未来，富人比穷人更需要吃苦。未来的时代，穷人要想改变命运，唯一的路径就是主动去吃苦。那么，为什么穷人明知道自己是穷人，却又不想通过吃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最关键的原因是，富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，不允许穷人吃苦。一旦让穷人都觉醒，意识到需要通过吃苦改变命运了，显然就会威胁他们的地位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各种短视频、娱乐节目、游戏等等，让大家沉浸在各种浅层的刺激里。这一个个碎片化的满足让我们上瘾，沉溺其中不可自拔。这就是富人的逻辑，要把穷人都圈养起来，给他们吃喝，给他们找乐子，让他们个个乐此不疲。而对穷人来说，由于人性的原因，一个是眼前伸手可得的欢愉和快感，一个是需要用痛苦磨练自己的精进过程。绝大部分穷人宁可躺在底层的舒适区麻醉自己，也不愿意去磨砺自己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娱乐、游戏、短视频那么发达的原因，因为必须让穷人把自己多余的精力消耗掉，沉醉于各种短暂而刺激的快乐，是消耗一个人精力的最好方式。网上曾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，也不愿吃学习的苦？有2个回答获得了很高人气。第一个回答是这样的：学习的苦需要主动去吃，生活的苦却不一样，你躺着不动它自己就来了。第二个回答是这样的：生活的苦难可以被疲劳麻痹，被娱乐转移，无论如何只要还生存着，行尸走肉也可以得过且过，最终习以为常，可以称之为钝化。学习的痛苦在于
你始终要保持敏锐的触感，保持清醒的认知的丰沛的感情，这不妨较锐化。人性使然，我们都选择吃生活的苦，而避开学习的苦，于是最后变得麻木不仁，如同行尸走肉。生活的痛苦使人麻痹，唯有学习的痛苦让人清醒并提升。不选择主动吃学习的苦，就会一辈子吃生活上的苦。未来社会，富人对待穷人就像对待宠物一样，把他们圈养起来，不允许他们吃苦，只允许他们放纵和享乐，然后乐不思蜀，不思进取，然后由富人负责设计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分配饲料给大家，并且意义地维持着社会的秩序。既不能让宠物们哄抢食物，也不能让宠物们越位，而穷人只要负责玩耍嬉戏就可以了。比如是鸡，就只管定时打鸣；是狗，见了主人就汪汪两声；是猪，吃饱就睡，睡醒就吃即可，傻傻地过好自己一生即可。99%的人都将进化成宠物，这是这个社会的规律。未来这些宠物们会被各种廉价的食品填饱，在各种短视频、直播、游戏、娱乐节目中浸淫。当然，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养活他们，哪怕他们不能创造任何价值，但是社会也可以把他们养活、圈养起来。因此，我们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：要么你刻苦学习，提升独立思考能力，随时准备着逆袭；要么你甘心堕落，随波逐流，沉浸在各种低级快乐里，成为那99%的宠物，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痛苦，被一茬又一茬的收割。有句话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个为是修为的为，就是要修行的意思。意思是，未来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修心，只靠蛮力拼搏，精神痛苦会越来越多，甚至会遇到心魔，从而走火入魔。中国古人一直在强调修身养性，因为他们早就参透了人生的本质。未来传统文化会复兴，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终将被证明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修行，就会被天地所不容，未来会活得生不如死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自我觉醒。愿你活出自我，活出快乐，体悟大道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